好，继续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5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一次会谈中表示，西方向乌克兰提供的武器就是直接参与俄乌冲突，是非常危险的一步。俄方将保留做出对等回应的权利。而就在2天前，乌方刚刚宣布首次使用西方援助的武器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Тем более, если это связано с тем, что те, кто поставляют, они не только поставляют оружие, а управляют этим оружием. И это очень серьезный и очень опасный шаг. 普京说，俄罗斯也可以向世界其他地区提供远程武器，这些地区可以使用俄制武器对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国家发动打击。此外，普京还表示，西方国家的军事教官确实已经在乌克兰了，这些人正在遭受损失，但是美国和欧洲方面一直对此保持沉默。就在2天前，乌克兰副总理伊琳娜·维列修克宣布，首次使用西方援助武器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摧毁俄军一套 S-300型防空导弹系统。但他没有说明此次袭击是否使用了美国提供的武器。不过，乌克兰媒体《基辅邮报》援引未透露姓名的俄方官员报道说，乌军使用了美国提供的海马斯高机动性火箭炮，而俄罗斯官方并未对此次袭击作出回应。俄罗斯媒体全俄广电新闻频道则报道说，乌克兰使用美制火箭炮打击俄罗斯一个购物中心，俄罗斯的防空系统将其全部拦截，但掉落的碎片导致部分平民受伤和一些财物损坏。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沟通协调员约翰·科比表示，美国对乌方使用美国武器打击俄境内目标有条件，但不能保证乌方不会滥用。他说，美国无力每天都去监督乌方使用美国提供的武器情况，也就无法给出他们是否使用美方提供的武器袭击俄罗斯境内目标的答案。另外，俄罗斯方面又有重要的人事任命。普京任命俄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为军工联合体发展工作协调员。普京说，由于问题多种多样，有必要考虑到生产的盈利性，有必要确保国防部收到适当的装备。我们需要一名独立的协调员来协调这些工作。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将担任这位协调员。绍伊古从2012年起一直担任国防部长，5月12号开始出任安全会议秘书。别洛乌索夫接任了防长职务。普京在5月初宣布，绍伊古还将担任军工联合体委员会副主席，并负责管理俄联邦军事技术合作局的相关事务。另据今日俄罗斯网站5号报道称，克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在对记者讲话时首次将美国称为敌对国家。佩斯科夫当天提到，美国前海军陆战队情报官斯科特里特赴俄途中被美国没收护照一事，称这是美国阻止其公民与俄罗斯联邦互动的疯狂行动的最新表现。佩斯科夫说，我们现在是他们的敌对国家，就像他们对于我们而言也是一样。他表示，一个国家对前情报官员的旅行限制，尤其是对后者前往一个敌对国家的旅行限制，在世界各地都很普遍。战事方面，俄乌双方依然在进行激烈的拉锯。乌军总司令瑟尔斯基5号在访问东部战线后表示，俄军正继续向顿涅茨克及哈尔科夫州等多地推进，在其他方向，俄军也在积极发动攻击，以牵制乌军，阻止他们向其他热点地区转移部署。瑟尔斯基指出，俄乌两军仍然在哈尔科夫州以及库皮扬斯克附近持续激战，而乌军正在艰难处境中尝试扭转局面。此外，据乌克兰媒体报道，一名消息人士称，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的网络专家对俄政府机构和大公司进行了大规模的网络攻击。俄罗斯多个政府机构和私营企业的工作实际上已经瘫痪。截至6月5号11时，俄罗斯国防部、财政部、内政部、司法部、工业和能源部、信息技术部等机构网络瘫痪。俄罗斯联邦税务局的网站和服务也出现了故障。俄罗斯储蓄银行和阿尔法银行机构的服务也无法使用。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台湾防务部门新任负责人顾立雄赴立法机构进行业务报告，相关内容提前被发布，其中提到了所谓的台美军事合作，披露了美方去年对台湾所谓的军事援助的具体数额。美国国会也正计划加大对台湾所谓军事援助的幅度。那么，美国多家军火商代表集体窜台出席相关防务产业论坛。台防务部门4号送交立法机构的报告内容显示，面对区域安全形势变化，台军持续推动各项建军备战工作。
报告列出11项所谓施政计划，包括掌握敌情威胁、汉光演习、实战化训练、提升作战韧性、建构不对称战力、台美军事合作以及推动防务自主等。报告提到，今年的汉光军演实兵演练计划于7月22号至26号，以整体防空、联合截击作战及联合本土防卫作战等防卫作战进程，实施实兵与部分实弹操演。在整体防空作战阶段，采用3军防空部队与海空兵力实兵对抗方式来执行防空作战任务，以提升联合防护能力。联合截击作战阶段，则统合海上、空中兵力、岸置火力与海巡等单位，于本岛海空域遂行反封锁护航及滨海打击作战操演。在联合本土防卫作战阶段，则由作战区指挥并管制责任地境内各部队遂行近岸防御、反扫雷破障、反登陆、反空降作战、关键基础设施防护与城乡守备实兵对抗演练。在建构不对称战力部分，报告提到，将以精准、机动、致命、分散、可存活性及具体成本效益的不对称建军目标进行兵力整建。在自主部分，筹建陆基舰2新型野战防空系统、高效能舰艇、潜艇原型艇、各型无人机、雄升陆基巡航导弹及万箭飞弹等装备。在对美军购部分，则筹购爱国者3型增程防空导弹、海马斯精准火力打击系统、鱼叉导弹海岸防卫系统、F-16V 战机及空对地、对空、对海之远距精准武器。值得注意的是，报告还披露，美国国会在2023财年国防授权法案授权行政部门运用所谓对外军事融资、总统提用权等方式，协助台当局提升现代防卫作战能力。法案通过后，台湾在2023年获得1.35亿美元无偿对外军事融资。此外，去年7月，美方还以总统提用权方式对台提供3.45亿美元军事装备。在报告内容发布的几乎同时，美国会众议院拨款委员会当地时间3号公布2025财政年度预算案相关法案，主张提供台湾方面5亿美元的对外军事融资，不仅高于去年拨付的1.35亿美元，也高于美国国会今年3月通过的综合拨款法案，提供台湾方面不少于3亿美元的对外军事融资。根据美国国务院网站，其负责的对外军事融资计划是美国重要外交政策工具，透过美国提供的援助款，让联盟伙伴和友好国家取得美国的军备、服务和培训，促进区域和全球稳定，强化军事能力，促进军事关系，有利美国在全球的利益。美国会众议院拨款委员会3号发表的新闻稿中，还主张向台湾方面提供最多20亿美元的贷款和贷款担保，以强化其所谓核阻力。台湾地区前民意代表郭正亮4号在岛内政论节目中就揭露，美国的国会老爷之所以频频打台湾牌，实际上是因为当中水很深，可以借机捞油水。美国有要决定给台湾这个一些军事融资嘛？那融资通常都是给库存的军品，那很多人都说这里面有国会议员的零用钱啊，因为那个是美国指定的，就是美国决定给你什么你就收什么，那可能会有炮弹啊，那零组件啊，之类的，那因为是库存的，所以它的造价事实上都比较便宜，可是它是用市价给你，对，它是用市价给你。所以当然会有很多议员有兴趣了。耐人寻味的是，在美国国会就下一财年预算案中涉台部分提出援助及融资建议后，由27家美国国防承包商组成的代表团4号抵台。知情人士表示，代表团规模相较去年的25家稍微增加，包括洛克希德马丁、雷神、诺格等美国军火大企业，其中部分企业已经被中方制裁。在美军火商代表团窜台期间，除了就无人机、军工产业等能力问题与岛内军工从业者交换意见以外，美方还将参访台湾中山科学研究院与汉翔公司，并拜会民进党当局。而此行的重头戏是6号举行的台美防务产业论坛，让台湾厂商介绍目前岛内军工产业能力，并让岛内本土军工企业寻求与外商合作的机会。
美台商会会长韩如博、美国太平洋陆战队前司令鲁德中将出席开幕式。有分析指出，台海形势紧张之下，美国军火商们嗅到了发财的机会，组织大规模访台的背后，势必有来自美国政府和国会的无形之手。